反方3辩，梁学阳。各位好，陈明老师搞错了一件事情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个 APP 可以延长我们的生命，原因是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。可是他弄错了一件事，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是不应该追求效率的，那就是爱情。晶晶在一开始的发言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我原来需要花3年才能了解这个人的事情，我现在3天就可以通过这个 APP 告诉你，听上去非常有效率。可是如果没有我一点一点了解他那3年，我就算知道了那个信息，我真的获得了这段感情吗？我就算知道了这个人的某些资讯和情报，我就真的了解他了吗？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不是资讯越多，你就真的能越了解对方。拿陈明老师特别喜欢讲的了解一个城市需要3年来举个例子吧。我们现在特别喜欢用其他的点评 APP 来探索这个城市，可是我们真的因此更了解这个城市了吗？没有。自从有了点评之后，我们去吃饭一定会找必吃榜，找周围的口味榜，找评分高的那家店。我们看似得到了很多不需要花费任何时间就能得到的选择，可是我们失去了什么？我们失去了探索的理由。我们再也不会再像打开一张未知的地图一样，走遍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，去探索这个城市还有哪些独属于我们的秘密空间。面对一个人也是一样的，当他的过往像一份档案一样，被他的前任淅淅沥沥的写日记一样呈现在你面前，你获得的是对这个人的了解和热爱吗？不是的，你对这个人会失去兴趣，因为我已经了解他了，我还怎么再一点一点爱上你？哇，这句好棒！所以，前任点评它的本质是什么？是点评。对方辩友告诉我们的一切，其实这些功能我们大家都能看到。他们也说了，点评里不说的话，闺蜜会说；我能够在点评上写给前任的话，我可以在微信上讲。我的一切的功能，其实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全部能够做到。那为什么还要这样一个点评？很简单，因为这样的一个点评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快一点。我们用各种 APP， 我们用同程旅行去订酒店，我们用点评软件去挑餐厅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在不断的时代的加速下，已经没有停下来的那个刹车了。而现在，开发商、产品经理在想，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也能够再快一点？就是我们的爱情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要反对？理由特别简单，就是如果移动互联网在任何维度加速我们的生活，那么唯一仅剩的一个岛礁，我们应该让它放过，那就是我们的感情世界。我们保留的不仅是一个应该停下来好好享受的地方，更是一个让我们有一天还能够记得我们的生活应该慢一点的理由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在我们加班之余，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愿意暂时放下手中的手机？忘掉那些碎片化的娱乐，不用像赶 KPI 和赶时间一样去追求一点的快感，是我们的伴侣，我们的爱人。当我们认识一个甜蜜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被窝里面什么都不干，也不刷手机，把手机扣在自己的胸上，嘴角上扬，微微的笑，光是看跟他以前的聊天记录，就可以看整个航程。人类的生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已经习惯了每时每秒都有事情干，注意力被占据，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，任何时候手上都有手机。它现在仿佛像长在我们手上的一个衍生的器官。我们已经习惯了，不是在加班，就是在加班的路上。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要慢一点？什么时候呢？今天这个 APP， 当然往好了说，对方辩友也很矛盾。他们一方面想告诉我们我们要支持，另外一方面又说其实大家也不要太支持，因为他知道看多了不好。可是就像对方说的，这是一个商业 APP， 它的生命在于点击。所以一旦这个 APP 上线，不是我们看它才会活下去，而是它要为了活下去会想尽办法让我们去看。它会设置什么？它会设置高赞的点评，会引用高明这样的人，把他宝贵的故事分享到上面，然后贴上一个个粗糙的标签：高甜、虐心、不得善终、Happy Ending， 分享一个一个无关的看客。
然后呢，平台赚取了流量，看客获得了短暂的安宁，高明获得了什么？他获得了成长吗？他的前任获得了什么？他获得了安慰吗？我看到的是他的痛苦没有变得不孤独，而是他的孤独会变得更加的痛苦。如果今天我们反对一个 APP， 一定是因为我们还坚持着什么的话，那今天的反方坚持的是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，它应该是余韵和悠长的。今天这道辩题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它讲的不是爱人点评，它讲的是前任点评。大家知道什么叫前任吗？在我的理解里面，前任的代名词是回忆。我不管我有过多少个前任，我不需要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，因为那些忘不了的人和事，自然会成为我的真生命。回忆应该像酒一样，我在喝第一口的时候，我是闭着眼睛的。我在咽下去的时候，能感觉到我喉头一点点的耸动。我喝完之后，那个余韵会在我的口腔和眼眶中发酵，我会感觉好像不自觉地流下了一滴泪水。而这个过程，它不需要答案，它的每分每秒就是答案。我很讨厌一句话，叫做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。凭什么有情人一定要终成眷属？谁规定的？真正的有情人，在一起的每一刻就是永恒。所以老实说，我反正这个 APP 的理由，如果要说最后一条，就是它强制的把我们拖上一条快车道。而最可怕的是，在现在这个今天，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在这条慢车道里撑多久，因为我的手机里像各位一样，也装了很多的 APP， 阅读的 APP。看电影的 APP， 甚至跑步的 APP， 冥想的 APP， 每一件曾经我可以1分1秒去品味的事情，渐渐的都不再属于我。而我最后的祈求是，能不能把最后这一件事情留给我？不要告诉我有些事情一定要效率，不要告诉我有些事情一定要清晰。回忆就是一杯酒，我喝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不需要你来为我点评，哪怕是以科技的名义。哇，科技的名义。不是故意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